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 Lola 怎么能 implement。这是在 Colab 上别人免费提供的一些 sample code。Hugging Face 上其实很多类似的文档，我这边随便找了一个。如果你要实际上来 run 这个 code 的话，你可能得 upgrade 成一个付费版本的一个Google 家提供的 Colab Service， 然后可以有 GPU。这里的话呢，我并没有 upgrade 到 Colab Pro， 所以我们简单的把这 code 过一下在这。首先呢，它这里是用 pip 来安装所需要的 pip 呢，就拍上了一个安装包的管理器，它这里装了4个不同的包，同时呢，直接通过 GitHub Link 装了 perf 和 transformer 这2个包呢，现在是 Hugging Face 在帮忙开发和维护，代码呢，他们放在 GitHub 上。接着呢，这也是在检测你的运行环境下有没有 GPU。CUDA 呢，就是NVIDIA 开发的一种技术。主要是让开发者可以直接用图形处理器 GPU 进行高效计算，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返回去。它这边呢 load base model 的话Hugging Face 上有很多，比如说 BERT 呀 GPT-2 呀 ResNet 呀都有。然后这边它选择是一个 Bron 3 billion parameter 的一个 base model。这个 Bron 呢是一个英国语言模型，就在给定一段文本情况下预测下一个词的英国模型。这里用的是浮点16，意味着用半精度浮点数来进行计算，同时呢让模型自动选择合适的设备，比如说 GPU 或者 CPU， 所以 device map 等于 auto。这里加载了 Bron 他自己用的一个 tokenizer， 就是呢把文本数据可以转换成可以理解的一串向量。一般不同模型他们可能有自己自带的 tokenizer。 load 好 base model， 我们可以把这模型打印出来看看它长啥样。所以这里 call print model， 这个模型呢它叫 Bron， 然后每一个词呢映射到一个2560维度的一个向量。如果还记得上期讲 transformer， 它那篇论文中一般选择是512个向量代表一个词。接着呢记了一个 layer none， 它这里就对层进行归一化。可以去回顾一下 layer none 和 batch none 它有啥差别。这里设置了一个非常小的参数 epsilon， 就是避免除以0得到特别大，所以设置一个特别小的参数。H 在这里代表有多少个重复的 transformer block， 这边呢就是 Bron block。 你可以看到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 self attention， 这里是 query key value 在这， input 2560 output QKV 都是自注意力的重要组成部分。Input 呢就是每一个2560，所以 output 呢就这3个的output， 所以是7680。接着呢接了一个线性转换层，这里 drop out 你会发现它设置为0，就说明它并没有运用 drop out。 当然可能在实际训练中它这里还是会有些微调。 Post attention 这里就又是做了一下层归一化。接着呢接个 MLP 多层感知器，这里用的激活函数呢是 GLUE Gaussian Error Linear Unit。 这个函数的特点呢是当输入接近0时，GLUE 的函数值也接近0，当输入远离0时，函数的值会比较接近输入值。通过这种特性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神经元的开和关的行为。NLP 层呢，在这里就提取输入的非线性特征，对于理解和生成文本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最后一层的规范化层 layer none 层归一化。接着呢，接一个线性层，将模型的输出转换为对应的词表大小的预测分数，这样的话这些分数可以用于选择下一个生成的词。现在来看一下 Bron 模型中的参数，它首先呢是把模型中的参数冻结了 freeze 的 model， 因为接下来要劝那个 adapter 更小的 weight， 所以这些参数不会被更新。这种一般在迁移学习中会比较常用，即在一个预训练模型基础上训练一个新的任务，只更新模型一部分的参数，而保留预训练模型不变。它这边对于1维的参数的话，会把它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这也有写 note， 一般1维的参数呢，一般是层归一化的那个时候会保留一些1维的参数。就这是一个向量，而不是一个矩阵。相较而言，16位的浮点数，它的精度低于32位的浮点数，会导致一些数值稳定上的问题。
这里之所以选择提高 LayoutNown 参数的精度，主要是因为它控制了成归一化的缩放和位移。我们一般而言，希望把这些参数保持在较高的精度。这里呢，接着调用梯度检查点 Gradient Checking Point， 这样呢，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中间过程训练好模型都储存一下，可以看一下每个激活成中间的结果，来检查的模型训练的怎么样了，可以节省内存空间。这个函数就强制把模型的精度调回 float 32，这是一个 helper function 辅助函数。先是把这个放进来的 Bron 大模型来看一下总共有多少个参数，接着呢再算一下我们需要微调的参数有多少个。这里如果 required 属性为 true 的话，意味着该参数在训练过程中会被更新，接着呢就把它累加到 trainable parameters。这个 helper function 呢可以帮我们打印出我们需要训练参数的数量和总共这个模型有的参数的总量，然后看一下百分比，主要就显示下的 LoRa 能节省多少算力。我们已经把一个 base model load 进来，那么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些 LoRa 的 config file。R 就是 metric rank， 这里选择8，然后 alpha 呢 scaling factor， 一般而言 R 的2倍。这个 target module 呢，就是你要对这个 transformer 模型中的哪些矩阵对它进行低质处理转换。对应 Bron 模型的话，我们可以刚刚看到它打印出来就query key value， 它3个是合在一起的。当然对于一些其他 transformer 模型它是分开的，我们可以只选择 query 和 key。这里设置 dropout 0.05 bias， 我们选择是 none， 它可以选择 all 或者 LoRa only。我们这里选的是我们不 update bias 对应的参数。Target type 呢，就这是一个因果模型。接着呢，我们把刚刚 load 进来的 base mode Bron 和这个设置好 config file 放在这里，我们就更新了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用刚刚写的那个辅助函数看一下里面有多少我们需要训练的参数。所以你可以看到百分比只有 8% 的参数了，就3 billion 的一个 Bron model， 我们只需要训练其中 8% 的参数。它这里选择下游子任务呢是一个问答数据库 Square 的 V2 version， 它是这个 dataset 呀也是 Hugging Face 他们提供的一个数据包。这 S 代表 Stanford 的 Q&A dataset。接着呢，根据这个数据集，我们写了一段 create prompt， 就是对这个 data 进行预处理的一个小的辅助方程。这个辅助函数呢，它有3个 input， 一个呢就是你原本的文章段落，然后你的问题和到你对应的答案，就是你根据上下文 context 带着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这里呢，主要在各部分之间插入一些换行分隔符，来清晰的表达每一部分的意思。写好的 prompt 之后，为了把这个 training data 放入模型中，我们需要 call 它模型自带的这个 tokenizer， 对每一条 prompt 都经过分词器 tokenizer 来转换成向量，机器可读的。好了，我们的 LoRa model 预备好了， training data 也有了，那么现在我们来 update 这个模型，就是来train这个 LoRa 这个 adapter。 你看模型就刚刚那个 getPerf 那边把 base model 和 LoRa config 放进来的 update 新的模型。 training data Stanford Q&A data， 这边呢是通过这边是 training， 不论是上 Adam Optimizer 或啥它的一些 argument， 你要 specify batch size 啊就每个 batch 放4个问题进去。你 gradient 呢，在经过4步的时候 update 一下，其实呢就4乘16，每16个数据的时候 gradient update 一下。Warm up step 预热步长最大步长，由于给大家 play around， 所以呢自动训练了100次之后就暂停，当然你这边是可以自己调节的。Learning rate 学习率，它这使用的是半进度浮点数 FP16。日志步长就每一步都会把它保存的目录，这里没有 save cache， 然后模型开始 train 了 kick off training。 你可以看到这边把每一步的 training loss 都打印出来了，算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吧。这里到100步就停止，可以看到它 training loss 2.4。
模型圈好之后，我们可以把它上传到 Hugging Face。所以呢，如果你注册 Hugging Face username， 你可以把它放过来，然后通过 Notebook login。你这里可以给你的模型取好名字，比如说 Broom Stanford Q&A 啊或啥的。接着呢，你 push to Hugging Face， 模型就会储存到这个 URL， 就 huggingface.co 到你的 username dash model name。你的模型上传到 Hugging Face 之后，你这边可以 call 这个 from pretrained， 再把它下载下来，就是刚刚你放这个 ID， 你的 username dash 你的 model name。这个 model 呢，就是加载你的基础模型，就 Broom 3 billion， 就是在应用 Lola 之前版本的那个模型和对应的分持器。这个 tokenizer 呢也是就 Big Sans 那个 Broom 的 tokenizer。接着呢，我们的预训练好的 Lola 模型就被load 进来了。这个 model 就是我们freeze 权重的那个基础模型。Perf model ID 呢，就后面更新了那个 adapter weight， 两个加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我们新圈好的 fine tune 好的模型。模型已经 load 进来了，那么我们来问它一个问题，这里给出的示例就 make inference。你输入的话是 context 和 question， 它这 input 呢只有 context 和到 question，answer 呢就是它要返回的 output。首先呢，它这也要 call 这个 tokenizer， 把它变成机器可读的向量。接着呢，用这个 update 好的 Broom 模型进行推理生成回答。它这里回答的 output token 呢，我们再把它转换成人类可读的自然语言 tokenizer decoder。这给出了示例 Cheese is the best food。 What is the best food？ 回答 cheese。 我们刚刚 load 的是第一个子任务的模型，就是 Stanford Q&A， 随着 perf model ID 对应的是 Stanford Q&A， model 的话是对应的 Broom 3B。它这里呢还给了一些例子，就是如果你要 switch 到第二个任务，它这里是对于 marketing email campaign 的一个adapter， 所以呢还是子模型 baseline 模型没有变 Broom 3B， 但是下游子任务的模型这 adapter 稍微变了，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同时又可以加载一个新的子任务模型。这边的话 make inference 的话就写一篇 email 对这篇产品的介绍。这里演示这两个子任务的例子呢，就是想说明如果你有好多个 agent 不同的子任务的话，你没有办法同时把这么多大模型都 load 进内存，然后呢它可以非常 easy 的 plug in 和 plug off， 在不同任务之间进行切换，这是它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好了， Lola Fine Tuning Method 我们就大致介绍完了，还记得它有什么优势吗？下一期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Q Lola， 它的话是在 Lola 基础上的一个改进版本。这里的优势呢，主要是它对比了使用更少的比特数，就比如说将32位的浮点数变成8位或者4位，来进一步的降低模型的存储需求。同时呢，用 Q Lola 进行微调，它可以将一些内存需求从 GPU 传输到 CPU，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应对 GPU 内存不足的情况，为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中使用量化的语言模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